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2号。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是从昨天纽约111警察分局有一个华裔探员，这个华裔探员还是个藏族人，他的名字叫白马达杰昂旺。我们从他昨天在加东被逮捕的这件事说起。就是这个藏族的这个华裔探员白马达杰昂旺他昨天在家里面就被联邦调查局呢当场执行了逮捕。那么为什么逮捕他呢？他今年只有33岁。这个昂旺呢是通过文化交流的签证呢到美国来的。到了美国以后呢，他就说他受到了迫害，在美国呢申请了政治庇护。他说他受到什么迫害呢？他说主要是因为他是藏人嘛，他这个藏族文化在中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打击，因此呢他以藏人受到打击为由，然后呢申请了政治庇护。网上呢说他在中国呢曾经坐过牢，受过中共的迫害呢，这个都是大家的猜测，没有看到具体的实例。现在美国在调查他的这个政治庇护是不是假政治庇护，就是他在中国有没有受到中共政治迫害。因为从他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完全就是中共派到美国来的一个间谍。这个人的家庭背景是什么呢？这个人的父母都是中共党员，他父亲是军队的退休干部，他的哥哥仍然在军队里面是服预备役的。因此呢，这个人整个家庭背景呢都是红色家庭背景。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打到藏人文化受到压制、受到中共迫害的理由呢，获得了这个政币呢，还能说得过去。说是他在中国被中共曾经关押过，而且受过酷刑折磨，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依据。那么很多人呢对这个方面是猜测，但是他的这个政币是真是假，美国联邦调查局呢现在都在进行调查，也就是至少证明他这个政币不管是真或者是假，那么给美国是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就是中共的间谍已经潜入到美国。这个人获得政币身份以后，按照美国的规定呢，就是拿绿卡满了5年以后呢，是可以申请归化为美国籍的。那么这个人呢就已经归化为美国籍。他为什么能归化成美国籍？可能跟他从军有关。因为呢，他后来加入了美军，而且也到阿富汗、到伊拉克，就是中东战场呢参加过一些服役。所以说，他从军队退役以后呢，他回来以后就进入了纽约的警察局工作。他在警察局工作，因为他会说汉语，他又是来自藏族的，因此呢，他在纽约警察局呢是比较受到纽约警察局里面的欢迎的。因为整个纽约他这个执行的这个局就是他所在的这个111分局所管辖的范围里面有很多藏族，也有很多华人。因为他有比较好的汉语，所以呢很容易跟街区的群众呢进行良好的沟通。因此呢，纽约111分局还专门发布过是他用中文所讲的告诫本地的这个群众呢家里面如何防盗的这么一段视频。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预防入室盗窃。第一个就是说一定要锁好你的门和窗。第二点，在家里面一定不要放贵重物品，特别是在你的卧室。犯罪分子到了你家里面以后，第一点就是去你的卧室，然后他会翻你的床头柜、衣柜，还有梳妆台，一定不要在这里面放你的贵重物品。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有经济条件的话，请安装摄像头、监控系统，还有警报系统。最后我再强调一句，一定不要忘记关自己的门和窗，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给犯罪分子造成一个成功的机会。谢谢。大家从这个视频里面可以看到，他从工作这个角度上来讲，因为他会良好的汉语，所以说他跟当地街区的民众的沟通呢就非常的有亲和感。所以说从这个视频里面，他告诉大家如何防盗的这种安全宣传上来讲，毫无疑问来讲他是比较称职的。正是因为他比较称职，他也就赢得了他自己警局上司的信任。而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他一直跟中国大使馆的勾结，中国大使馆先后换了几批的官员，始终作为他的领导，作为他的上线，和他一直在联系。他称他的领导为 boss， 为老板。那么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向领导汇报。他主要汇报什么呢？汇报纽约所有藏人的各种行动，掌握纽约藏人们他们进行的各种对中共反抗的行动，以及了解藏人里面反抗中共的那些领导人和这些领导人密切联系的其他藏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就是这个人负责按照中领馆的要求，是专门刺探藏族人在美国活动的各种情报。他呢把他收集的情报呢不断的呢向中领馆的官员汇报，包括他自己在外面的一些社会活动，他都要请示中领馆。比方说曾经大剧院就希望采访他，那么采访他毫无疑问来讲是通过他这个会讲汉语的这个警局的官员能够跟群众有效的沟通，同时告诫大家如何呢防盗，同时告诉大家如何防盗的一些安全知识。
那么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的采访，但是呢，他因为有了老板了，所以他都把这件事向中领馆的官员汇报，就说他能不能接受大纪元的采访。那中领馆的官员就告诉他，大纪元是法轮功的嘛，法轮功这个采访你怎么能参加？坚决不能参加。所以他就回绝了大纪元的采访。这也就是说，这个昂旺啊，他已经完全是听命于中共的，埋藏在美国警局里面的一个间谍，他的一举一动，他的政治动态都需要向大使馆汇报。而且大使馆知道他做各种渗透美国当地群众、当地藏民的各种活动。那么他的这个情况被美国 FBI 是完全掌握的，所以说 FBI 在昨天就收了网，就把这个人呢在家中呢就逮捕了。那么等待他的是美国法律的严惩，本周呢他就会在美国法庭开庭中呢要出庭。这个人堕落成间谍，在美国来讲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呢，中共呢是在所有的华人里面去发展它的下线，尤其像昂旺这种已经进入了美国警局，能够在美国的政府部门和美国的警察部门工作的人，显然能掌握更多的信息。那么这种人毫无疑问来讲是中共重点培养和重点发展的对象。至于这个昂旺本身在中国就已经是受到训练，被中共以政治庇护的名义把他送到美国，然后在美国发展，逐步形成他这么一个间谍的这个渠道，还是说这个人在美国通过政币混取了身份以后，然后被中共看中，中共引诱发展的下线？这个呢，现在呢要等待美国联邦调查局、等待美国法庭审理以后，我们才能知道案情的全部经过。但是毫无疑问来讲，昂旺这个以政治庇护为名拿到身份以后，然后又从事的出卖美国国家利益、从事的对美国有伤害的间谍活动的人，毫无疑问来讲，给美国的移民局、给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都让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到美国来办理庇护的，尤其那些假证币的人，这个里面混杂了大量中共安插的人员，而这些人到了美国，他们以各种名目造假的材料混取了美国的身份以后，实际上这些人都是为中共服务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在美国办理假证币的人员，最终获得了身份以后，有的是秘密为大使馆工作，有的是公开为大使馆工作。所以说这种人一定是在美国的严厉打击之中。美国通过昂旺这个案例，就更加了解了美国现在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因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啊，它不光是它的文化学者的渗透，有的呢它是用访问学者、用专家、用学者，这些人到了美国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后，然后呢对美国进行渗透，或者是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也派出大量的中国的小粉红的学生到美国以读书为名，在学习美国自然科学、学习美国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时候，然后把美国的各种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盗窃回国。这是多条线作战，也就是既派出专家学者到美国进行访问以后，获取他们的技术情报，也通过大量的年轻学生渗透到美国的高校以后，在美国学习知识的同时，然后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情报。那么再有的就是通过美国的政币制度，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政币制度是对世界上所有的受到本国政府压制的、受到人权迫害的人开放的。那么中共就利用美国这个政币制度，从中国召集大量的，有一部分人是他们训练好的，有一部分就是小流氓地痞啊，他们就把这些流氓地痞送到美国来，让这些人以政币的身份在美国获得身份以后呢，然后帮助中领馆呢在美国呢进行各种活动。那么有的像昂旺这种已经混到了美国各个部门里面，混到这个警局里面，就可以提供更多更细致的情报。有的就是街头小混混，啥也混不到，那么你们就深入到美国的民间，既对美国普通人策反，也对整个华人群体里面进行摸排，同时在华人群体里面执行中共给他们布置的各种任务，目的就是搞垮美国这个社会制度啊，目的就是对美国这个社会进行渗透啊，目的就是让美国这个制度搞乱，然后最终达到中共对美国渗透出它的意识形态，然后把美国演变化，这就是中共最终的目的。好，我们来看川普总统在联大的发言，也就是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川普总统呢到联合国总部呢，在联大上面做了他精彩的发言。川普总统在这个发言中，重点是批判中国，他就说75年后我们再次卷入了战争。他指的这个75年，显然是指二战结束以后，然后呢成立了联合国，有了联合国，这么75年以后，我们再次经历了战争。这个战争是个什么战争？川普总统解释，这个战争它隐形的敌人就是中国病毒，而且这个中国病毒是中共他刻意把它传播到全世界，所以中共必须承担起他把病毒传播到全世界188个国家，造成了全球上百万人死亡的这个灾难，中共必须承担起他的责任来。
这就是川普总统今天在联大发言里面主要谈到的是中共他输出了病毒，并且川普总统也批评了国际世卫组织，因为现在呢，美国就感觉到全球的国际性组织基本上都是被中共把控。中共把控了这些组织以后，一是中共有大量的自己的人员参与到这些国际组织里面担任领导人，第二个就是中共对这些组织其他的外国领导人进行渗透。包括你像谭德赛这一类，也就是全球的这些国际组织已经完全变质，他们通通都是为中共这个专制制度辩护，而且在面临着全球人类健康危机这种重大问题考验时候，谭德赛为首的国际世卫组织和中共是沆瀣一气的，是帮助中共隐瞒疫情的，这才导致了美国和美国的盟国蒙受了那么巨大的损失，除了人员大量的死亡，美国的经济衰败，几千万人失业下岗。这种惨重的损失都是中共造成的吧。75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we are once again engaged in a great global struggle. We have waged a fierce battle against the invisible enemy, the China virus, which has claimed countless lives in 188 countries. We will defeat the virus. We will end the pandemic.And we will enter a new era of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peace. As we pursue this bright future, we must hold accountable the nation which unleashed this plague onto the world, China. In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virus, China locked down travel domestically while allowing flights to leave China and infect the world. China condemned my travel ban on their country,even as they canceled domestic flights and locked citizens in their hom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ch is virtually controlled by China, falsely declare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Later, they falsely said people without symptoms would not spread the disease.The United Nations must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所以说，川普在这个讲话里面，他还提到，中共每年把成百万吨的塑料垃圾都倾倒在海里面，而且是过度的捕捞，大量的珊瑚礁被毁坏。这么多年来，中共向大气排放的毒物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是美国碳排放的2倍，而且每年都在激增。中国每年将成百万吨的塑料和垃圾倾倒至海里，并且在其他国家的海域上过度捕捞，造成大片的珊瑚礁被毁。每年中国排放在大气中的毒性汞超出任何一个国家。所以说，川普这个讲话里面通篇都是批评中国，把中国对人类、对世界造成的灾难，川普呢都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那么现在指出来，仅仅是川普总统在联大向各国代表告诉他们，美国现在就是这么评价中国的。那么评价中国之后，不简简单单是美国对中国一个指责，一定是美国有行动的。所以说，美国要求中国负起责任，并且承担起对全球赔偿的责任。这个事绝不是川普总统嘴巴上随便说一说，国际社会一定很快会形成一个对中共打击的战略。所以中共知道他现在腹背受敌啊，他在国际上面来讲，可以讲他自己惹的祸他自己有数啊，而美国和西方国家现在肯定是要找中国清算的。那么中共有什么办法？中共在国内就是压制老百姓啊，就是关起门来打孩子啊。任志强昨天居然被中共宣判18年啊，也就是中共给任志强罗列几个罪行就判了他18年啊。任志强明明是反对习近平，任志强明明是写了那篇文章说习近平是光着屁股的小丑，也就是因缘之罪嘛。但是中共不敢用人权的问题，用压制任志强言论自由的这个罪名来给任志强定上政治的罪名，他来给他就罗列几个经济罪名，因为他知道如果用政治审判的话，毫无疑问来讲，全球国家尤其是美国会给中国很大的政治压力，他就不用人权问题来审判，他就换一个方法，用任志强贪污受贿，然后呢贪污受贿一下子把大炮干了18年。他就没打算让大炮活得出来啊！大炮今年已经69岁了，18年下来的话，大炮80、90岁能活得出来吗？这是中共的想法。不过中共你算盘不要打那么精，你认为关任志强18年，任志强不能活得出来，实际上你中共能活几天？说不得你中共18个月都活不到，任志强过不了几天就会光荣出狱。可以讲，
中共对任志强这种打击呢？为什么任志强不要律师辩护？任志强全部认罪也不上诉。任志强是看透了这个政府的本质，他根本不需要跟你这个中共去辩护，因为他知道辩不清啊。因为他再怎么辩护，中共要怎么惩办他，还是怎么惩办他。所以说任志强就放弃了辩护，而且任志强也完全认罪，也根本不要上诉。他知道没有用，是他对这个制度看得很清。这个网上都在传任志强跟中共做了一个交易，他宁愿自己认罪18年，然后保住他的儿子，保住他自己可以保外就医。讲这种话的人是对中共的政治制度一无所知，是根本不知道中共的邪恶性。中共会跟一个他准备治罪的、打算判他18年的人跟你去做交易啊？中共才没有交易，中共只会吓唬你，中共只会告诉你判你18年是轻的，你的儿子我们随时给你判。中共只会用你的儿子来威胁你，中共会跟你有什么交易啊？把这种任志强放弃辩护、自己认罪、不再上诉的行为看成是跟中共做交易，你就亵渎了任志强。任志强可以讲，他绝对是有骨气，他绝对看到中共的邪恶，他知道跟中共这个国家、跟这个野蛮的政权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所以他不要辩护，不要上诉。他自己知道中共撑不了几天，这个18年不过是你写在判决书上的，但真正你共产党你熬得到18年吗？所以说任志强他是这么去看待的。中共他倒行逆施嘛，他就是垂死挣扎哇，他就希望这次大选川普能被拉下去，然后拜登能够入选嘛。因为美国的左派不断地公布所有的民调，民调都说拜登领先哇，民主党领先哇，川普必败无疑哇。中共还在做着这个梦啊，我觉得他应该回头去看看2016年在大选之前几天，美国《纽约时报》公布了美国的民调，当时的民调说希拉里获胜的这个概率在92%，川普获胜的概率只有8%。那么这个民调就给你看到，那100%是希拉里赢哇。大选的结果是怎么样？不是人家川普赢了吗？这些民调你以为仅仅是民主党那些左派的媒体相信啊？民主党的大佬都相信啊，奥巴马相信啊，希拉里相信啊，包括那个死掉的大法官金斯伯格，他们都相信啊，他们都认为希拉里马上就要登基啊，川普嘛肯定死翘翘啊。结果川普一当选，老太太的梦想就破灭了，所以老太太摁着还要再撑4年啊，4年还要撑到拜登能够上台啊，这不拜登还差几十天没有大选时候，老太太已经扛不住就挂掉了。很多人都在骂老太太，骂金斯伯格，我觉得你要骂金斯伯格干什么？金斯伯格的贡献很伟大哇，他选择现在这个关键时候死，就是对美国民主制度做出了卓越贡献，怎么会骂他呢？当年奥巴马劝他退休是被他一口回绝的，现在他选择这个时候死，可以讲不早不晚，因为太早的时候，当美国没有中期选举，2018中期选举没有举行的时候，美国共和党还没有拿到参议院的多数，尽管总统是川普了，所以说只有在共和党拿到参议院多数的情况下，在总统是共和党的，参议院多数也是共和党时候，老太太在这个时候死，才有可能给共和党增加一个保守党的席位，才是对美国民主制度做出的重大贡献，才是为未来美国按照基督文化来建国，能够拨乱反正老太太用她自己及时的死来做出的贡献。所以说你骂老太太干嘛？老太太要晚死一点，再过到大选以后死，可能大选以后情况就有变化了。老太太就选择大选还不到，就这时候死，所以说老太太贡献很大。老太太这时候死，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马上就可以提名新的大法官。川普总统已经专门发了推文，在这个礼拜6，他会在白宫正式宣布新的大法官的人选。那么至于礼拜6的具体时间，川普讲待定。无论现在民主党怎么反对，无论是别的人说什么话，但是川普总统和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多数的这些共和党参议员们，他们坚决的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以讲，在整个这次大法官的这个任命上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是建立了很大的功劳的。我对麦康奈尔呢一直呢评价很低，主要是什么？麦康奈尔和他的太太赵小兰，他们两人跟中共有勾兑，所以说我认为美国政界的高官他们跟中共勾兑，就是在出卖美国的利益。在这方面来讲，我对麦康奈尔一直评价很低。但是麦康奈尔对共和党的贡献，在美国为了维护共和党的利益，那麦康奈尔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这一点呢，我们要肯定。因为麦康奈尔的贡献主要在于什么？主要在于奥巴马执政的时候，无论奥巴马提名哪一个法官，当时麦康奈尔作为共和党参议院的领袖，他是坚决拒绝了奥巴马的提名的，也就是奥巴马这个提名都被麦康奈尔否决了。当然这个里面不光是麦康奈尔一个人的贡献，还有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林瑞姆的贡献，因为他和麦康奈尔两个人联合抵制了奥巴马想任命联邦法官的这个想法。
所以他们一直拒绝对奥巴马提名的各种法官进行表决，也就导致了奥巴马任内空缺了大量的法官。这些法官都到了川普的任内给予追认。川普上任以来已经任命了200个联邦法官啊，这个200个联邦法官任命太重要了，因为这些法官基本上川普任命的都是保守党人士嘛，而且这200个法官里面毫无疑问来讲，大量的人员就给川普选择最高法院大法官打下了基础吧。首先这些人是联邦法官，是联邦巡回法院、上诉法院的法官，然后在这些法官里面挑选大法官，川普就有非常大的挑选余地。他们都是保守党的人士，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麦康奈尔他是做出很大贡献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如果川普总统连任的话，那么川普总统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总统任命最高大法官里面可以讲比例是很高很高的一个人了。因为美国历史上任命大法官人数最高的、比例最高的就是华盛顿首任总统，华盛顿是100%，也就是所有的大法官肯定都是华盛顿总统提名。那么在华盛顿之后迎来一个总统，他能够提名大法官能达到30%、40%的比例就不得了了。而川普总统有可能过50%，只要川普总统连任。上一个能够提名3名以上大法官的还是里根总统啊，但是30多年过去了，一个轮回过去了，所以说川普总统如果这次再提名一个大法官，川普总统就已经在他第一个任期提名了3位。如果川普总统能够连任的话，那么下一个任期川普总统弄好还能提名1到2位。这样的话，在川普总统他整个8年任期里面，他可以提名到4到5名大法官，也就是甚至可以过到50%以上的比例，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最重要是川普总统这次提名的大法官能够顺利通过。目前来讲，这个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因为什么？共和党是微弱多数，在整个参议院，共和党占53个席位，民主党有47个席位。当然了，这47个席位里面包含了2个无党派独立参议员，他们并不算民主党，是属于无党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47个席位全部反对川普的任命，而共和党现在已经明确的有2个女的，这2个女的一向捣乱的，只要是共和党的重大议案，这2个女的从来都是反对的，所以这2个女的看起来是共和党，实际上我看跟民主党没什么差别，就是这个柯林斯和那个莫洛夫斯基，这2个人肯定是捣乱的。那么这2个人捣乱，现在53票下降掉2票，还剩51票。他们2个人如果倒向民主党那边，现在就是51对49。那么很多人都担心共和党里面有一个一贯捣乱的参议员叫罗姆尼，罗姆尼从来都是跟共和党的所有决策过不去的。但是罗姆尼经过做工作以后，他今天已经正式发表了他的声明，表示他支持川普总统的提名。这样的话，所以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林瑞姆，他就在昨天晚上，他曾经有过一个宣布，他就说共和党能够保证总统提名大法官的足够的人数。他指的就说罗姆尼不会背叛，那么罗姆尼不背叛，也就是共和党守住了51个人，51个人肯定是多数，即使是再少掉一个人，50对50的情况下，那副总统彭斯有权利投他关键的一票。所以说现在呢，共和党就是要保证他有51票，这样就用不着请彭斯来，51票对49仍然能通过川普总统的任命。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大法官的这个提任呢，它绝对是标志着美国未来社会的走向，标志着美国的法治文明，标志着美国回归历史价值观，标志着美国能够按照基督文化来建国，来履行美国国父们所开创的美国的伟大事业。所以说这个大法官的提名对于美国今后的政治制度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最后说一下关于这个抖音这个问题呢，因为变化太多，我呢就不想呢每次都谈，是等待它最终尘埃落定以后再谈。现在的方案谈了很多，一会儿说川普同意了，一会儿说川普反对了，那么究竟川普同意没同意，我们要等待到最后的方案。很多人说川普不同意呢，是川普反攻不靠谱。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说川普反攻不靠谱这个话如果成立的话，但是有一句话，习近平反攻是绝对靠得住，因为川普和习近平现在基本上都在反对 TikTok 的交易。根据环球时报发表的社论，说是习近平主席坚决反对这个抖音，我们国家这个重要的知识产权卖给美国，你美国动不动卡我们脖子不卖给我们凭什么卖给你啊？我们也不卖，要彰显我大国的气派。所以说习主席不同意，那么到这个时候抖音你就别卖了。因此来讲，我觉得如果是习近平也是这个态度，那川普习近平都反对的话，那么这个抖音收购案肯定泡汤了吧，早点泡汤为好。美国省下那500亿，省下你买抖音的那500亿，把这500亿拿出来攻破中国的防火墙，你什么 Facebook 啊、推特啊、YouTube 啊、谷歌全到了中国，要什么抖音啊，要什么微信啊？所以说就这么简单，这
就看美国政府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